好，今天呢，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视频当中的人脸应该怎么去修复。大家看一下我们这3个效果。那么第一个呢是原始的视频，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第一个修补方案。大家可以看到啊，人脸呢其实更加的贴近于真实啊，就 AI 脸的效果会少一些。那第二个修复呢，其实保持了更强的一致性，它和这个会更像啊，但是呢人脸会更加的精致。你注意看一下这个眼睛的部分。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就比较模糊，对吧？这个就很清楚。那其实呢，我们用了2种不同的方法，每一个方法呢，应该说各有其优缺点。那这个优缺点到底是什么？那待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给大家讲解和分析。那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工作流到底是怎么去实现的。首先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生成一个原始的视频。这个视频呢，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生成，可以用现有的，你可以下载一个视频直接进行修复。当然呢，你还可以生成一个视频去修复。那这儿呢，我是生成了一个视频，为了节省时间呢，我依然是在 Running Hub 上去生成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通过 Running Hub.ai 进到这个平台，然后点击左侧的控制台，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那我这儿用的工作流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混元的图生视频的工作流。那之所以采用混元，同样是考虑速度的问题。大家看一下，这是原始的图片，一个女孩，而且是一个低视角。然后呢，我们的分辨率这儿用的是840×848，一共是97帧。那这是生成的效果啊。那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频。这儿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修复的前提是什么？是这个人脸呢，它占的像素比较小。如果它占的足够大，比方就是一个人脸的近景的话，这个是不用去修复的。修复的结果呢，反而效果会更差。所以说呢，你先要明白这个修复的场景。另外呢，其实这个视频呢，我生成了很多版本，这个呢也是其中的一版，大家看一下。之所以没有用这个视频，是因为这个地方可能会被封号啊，因为混元模型对于 NSFW 的内容呢审查的并不是特别的严格，所以说生成的这个内容呢不见得会有一些保障啊，所以说呢我还是采用了比较安全的一个视频。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工作流的部分。这个工作流我们首先需要大致捋一下这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呢是我需要将这个人脸的部分给它抠出来。因为我不可能对整个的进行修复，因为这样的话效率太低，而且没必要。身体的部分呢，人家生成的细节呀、一致性已经非常好了。我这儿呢只是进行人脸的修复，所以说呢，我需要把这个人脸给它抠出来。这个跟单张的这个取人脸是不太一样的。那我需要怎么做呢？就是我需要抠一张图片，但是这个图片呢必须包含这个视频里边所有帧里边的人脸。这一句话比较绕啊，那我们可以结合这个功能来看一下。这儿呢有一个基本的输入的部分，那输入的部分呢主要是对这个视频做了一个处理。其实这个处理就是一个缩放啊，缩放呢我这儿其实也没有缩放，它本来就是 480×848 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遮罩的部分取出来，还是我强调的那样，这个遮罩并不像取一张图片的遮罩那么简单，因为呢你需要包含所有帧里的人脸，所以说基本的思路是什么？大家看一下。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 segment anything 把所有的遮罩全部取出来，跟取单张是一样的。然后呢我可以通过一个 mask to 6， 就是把一个遮罩变成一个什么分割，然后呢再把一个分割变回成遮罩。比如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是因为呢我在这儿有这样一个功能啊，叫合并的功能，就是我会把所有的遮罩给它合并在一起。合并的方式是求它们的并集。如果你学过数学的话应该知道，就是我把所有的人脸给它叠在一块儿，求最终叠出来那个最大的部分，我们把它称之为并集。然后呢我们把它缩放一下，最终我拿到的遮罩呢其实只有一张，因为我把它全部的给合并起来了。所以然后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呢，我把它也预览了一下。虽然呢预览的效果呢有这么多张，大概33张，但是你注意啊，每一个遮罩都是一样的，因为呢都是最终合并的这一个遮罩。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人脸给它抠出来啊，那个最主要的区域。我这个区域包含了所有的视频帧里边可能出现人脸的位置。下面就是抠这个人脸啊，我把它叫做切脸的一个过程。首先呢我们来
取一下 mask 的 bounding box， 也就是我现在呢沿着这个遮罩的外边取一个矩形框，让这个框呢把这个遮罩正好给它包起来。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取一张图片出来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这儿可以设定一下 padding 值，我们就不紧贴这个边去切啊，我们加一个填充，我这儿设的是20，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边到这个遮罩都有20像素的间距。如果你写过 CSS 对 padding 这样的东西应该是很熟的。下边呢就是一个图片的切割，那最终我切出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为了后续处理呢，我会将我切割的时候切出来的整个图片的宽高以及切割的XY 的位置，那全部给它保存下来，因为我后边要把它贴回去。那完了之后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什么？进行重绘了。重绘呢就有2种方法，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方法我们叫做非一致性修复，也就是说我现在只修复这个人脸，我不管它修复出来跟原来有多大的差距，我只保证它比原来更加的清楚。适于什么呢？适于你只有一个视频，或者说这个视频之间没有这个人物一致性的这种要求。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采用非一致性修复的。当然这种修复的方式呢也是有一些缺点和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的，这个我们待会儿来说。我们大致的先过这个工作流。首先呢是这个模型初始化的部分，在所有的工作流里边呢都会有这样一个部分。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我们主要初始化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主模型，第2个就是我们的 clip， 第3个是 VE。 那最简单的你就把它保存一下就可以了。下边呢就是我们的采样的部分，当然我把这个条件和采样给它放一块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 one 这样一个流程，当然我这稍微的呢加了这样一个节点，这是一个重绘节点，大家看一下啊 ，Input Module Conditioning， 大家对这个节点应该是非常熟悉了啊。如果你用过 Flux Fill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内部绘制的技术的话呢，应该对这个节点都很熟。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我并不是对所有的视频进行绘制啊，我只对我指定的区域进行绘制。那我现在只绘制谁呢？就绘制人脸这个部分。那所以说呢，我在这儿呢需要把这个里边的人脸再次给它分出来。注意，在这儿呢，我们不建议大家用这个遮罩，因为这个遮罩必定呢太大了，不够精细啊。所以说呢，我在这儿呢又重新的来取了一遍这个遮罩，取的方式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我们将这个里边的人脸的遮罩的部分给它拿出来。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用的是 face value， 也就是它，然后同样用的是这个 Annecy。在这儿呢，我们需要有一个 resize 的部分啊，因为呢你要修复这个人脸，尽量的把它放大。那我这儿放的是它的宽度呢，我给它说的，它的宽度呢，我这儿进行的设置是将它的宽度呢扩张至640，高度呢我不约束。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保证啊它的宽就是这个位置出来呢是640。然后同样我们采用这个遮罩的方式，然后把遮罩给它拓展20个像素点，最后呢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非常的简单。拿到之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工作流。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主要是给它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把人脸的视频放到这儿，遮罩放到这儿，正向条件、反向条件和 VE 放到这儿，那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正向条件、反向条件和 latent， 然后给这个 sampler 就可以。剩下的跟标准的 One 2.1 的文生视频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主模型呢，我采用的是 1.3B VE 和 Clip， 我们就不用说了。我这儿用到了一套这个技术啊，也就是我们上节课说的。第一个保证质量，我用到了 SLG Escape Layer Guidance， 按照我们上节课来写的，我这儿给它跳过了9层到10层，然后我们从 0.2 开始到 0.5 结束，这个我们上节课都细调过这个参数，这个是比较保险的一个设置。然后呢用了 Tcache， 关于这个呢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就是这个 Tcache 呢在更新之后你会发现，那这儿有一个 confidence 也就是置信度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你点开它的话呢，它会有不同的模型啊，比方有 1.3B14B i2v 408p i2v 720p， 那分别针对于 One 的各种各样的模型。
那我们之前呢，基本上可能都这样选啊 ，disable。那如果你想用的比较好的话呢，你可以选不同的这个值，比方我选 1.3B。当然你要选了 1.3B， 一般这个阈值呢需要去改，那改成多少呢？如果你是新版的这个 ComfyUI 的话，你可以这样去做，就是当你鼠标移上来啊，悬停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儿有一个说明，我们把它放大一点啊，这样大家注意啊。它底下有个表，这个表里边说的很清楚，就是如果是 1.3B， 如果你希望质量比较低的话，你可以设成 0.05 啊，就这个值是比较小的。然后呢，同样有 medium 和 high， 一般呢大家可以参照这个 high 的值去设置，因为那个值越高呢，加速会越明显，当然呢效果会稍微有点折扣。那比方说我们经常用的那个 0.27 的值，你会发现其实是那个 i2v408p 啊，它是 0.26， 我们平时用的那个 0.275 就是那个默认值啊，应该就是比这个稍微大一点。所以说我这儿用的是 0.08， 因为我这儿选的是 1.3B， 因为 1.3B 的话呢，那个 high 的值是 0.08， 所以说呢，这样可以使 Tcache 用起来更加的精细一些。当然你要想粗糙一点，你可以直接选成 disable， 然后这儿选择 0.275， 这个也没有问题。那这样我还是这样去设置。另外呢就是提示词，我们原来呢做修饰的时候，提示词呢是直接去用 Florence 反推一个提示词的，那个是针对整个视频。现在呢就是修复人脸嘛，所以说呢我们重点呢可以描述一下人脸。比方说我这儿写的是 beautiful Chinese girl 啊 ，beautiful face detail face smile， 我们大概写脸的这几个精细化的提示词，效果呢应该就有一个基础的保证了。反向提示词的默认就可以。然后经过我们的 Independent Model Conditioning 进到我们的采样器，你要注意这是一个半采样，这儿我用的是 0.5， 0.5 的修复能力呢已经是比较强了，然后出来的效果你会发现是这个样子。这儿我们需要给大家说一下，所谓的 ComfyUI 的局部绘制呢，其实跟我们之前用的 SD 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之前用的那个 WebUI 的版本啊，那在那个里边呢，其实在局部绘制里边控制是很好的，你只绘制这一块，别的地方是不会变的。但是ComfyUI 呢是不能完全保证这一点的，即便是你把这个 Noise Mask 给它设成 False， 这个也不能保证这个遮罩之外的地方跟原来呢是完全一样的。比方说你会发现在这个脖子下边这个部位，然后呢会有一个装饰物啊，像一个小铁块这样的东西，但是在原来的视频当中呢，你会发现应该是没有的，这就是我们认为它的这个缺点。然后这个得到之后呢，我们需要给它粘回去，就是粘到原图上。大概经过2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要把这个视频呢缩回到它原来的大小，因为这个是我们放大之后进行修复的。那它的宽度和高度我们已经存起来了，所以说再次把它缩小回去就可以了。缩小完了之后呢，这儿我们用了一个 Image Composite Mask， 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遮罩将脸的这个视频和这个原来的视频给它组合在一起，那我们就得到了这个部分。大家看一下，那这个视频呢，其实缺点很明显啊，你注意这个接缝的这个地方。由于我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处理方法呢，不敢保证遮罩之外的区域跟原视频完全一样，所以说呢，就会导致视频的接缝的地方会有一些锯齿状的东西出现。这个怎么处理呢？你只要用这个纹身视频的模型再进行一个大概 0.15 的降噪修复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非一致性修复，这样修复出来的人脸呢，我觉得会更加的自然一些。当然你可以通过调整参数让它变得更好。那下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叫做一致性修复，其实呢就是我们之前用到的这个 Control Loras， 它呢可以降噪然后呢也可以放大图像，对吧？我们不止一次的用过它。那么大家呢同样会在 Files and Version 里边找到对应的版本。我建议大家还是用 1.0 这个版本，其实我测试起来这个 0.2 跟 1.0 差不了太多但是大家尽量的还是用这个新版吧，对吧？然后这儿有示例的工作流，它的工作流呢其实跟这个是很像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用不到遮罩，因为呢它一致性很强嘛，所以说呢我们只需要直接去修复就可以。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会将这个视频就是脸部的这个视频进行一个 Image Blur，它这个 Blur 的 Radius 呢设成的是13，这是它默认的值。你可以调大这个，然后让这个脸部的变化更多一些。
或者是再调小一点。Blur 之后呢，这儿用到了一个 Instruct Pix to Pix Conditioning， 这个我们在用 Flex Tools 啊，或者说很多的这种叫图片或者叫视频作为条件的时候呢，都会用到它。那它跟那个 Conditioning Input 很像，也是把4个变量传过来，它会生成一个正向条件、反向条件和一个 latent。那再给我们的采样器进行采样就可以。那这儿呢，我们用到的这个模型的变化呢，你要注意啊，首先呢就是这个 LoRa， 然后呢是我们的 SLJ， 跟下边的设置是一样的，然后呢是我们的 Tcache。然后你注意啊，一定别忘了这个。另外你要注意啊，这儿跟下边不一样的地方是降噪是 1.0， 当然这个 sampler 和这个 scheduler 就是采样器和这个规划器呢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按照它官方的工作流来设置就可以。这是最终优化之后的人脸的效果。这个人脸呢其实跟原视频的人脸是非常像的，因为那个 LoRa 主要是为了保证人脸的一致性，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不用遮罩啊，直接把这个人脸给它粘回去就可以。所以说这个方法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就得到了第3个视频。第3个视频呢，你会发现这个接缝的地方虽然也有啊，但是呢不是那么的明显。这个人脸和这个人脸呢也很像，但是比它呢要清楚很多。我们放大你去看，对吧？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说的人脸修复的2种方法。应该说呢，效果各有不同。那哪个更适用于你呢？你要根据你做的那个生产环境，或者你接到那个项目去判断啊，哪个可能更适合你。好，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脸修复的一些具体的技术和技巧。希望呢对大家今后的这个实际的工作或者你做工作流呢有一些帮助。好，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